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原创故事，我是红玉。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如何从绝望与希望找到人生光芒的故事。男主角叫做乐天，是一个22岁的年轻人，住在台南。乐天的人生可以说是过得有点坎坷。在他8岁那年，父母离婚了，因为爸爸没钱，也不去工作，整天在家当靠妻族，没钱就跟妈妈要不到就动手打人。有时候连他们也遭殃。其实妈妈早就想跟他离婚了，因为他每天都打人，再这样下去他们都会死在爸爸的手上。又怕拿出离婚协议书会被打得更凶，就害怕了。但也确实如此。有天妈妈察觉到爸爸在外面有女人，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看他的手机。那个时候还是按键型的手机，果然真的有，而且每天都会联络。妈妈终于受不了了，把离婚协议书拿到他面前，跟他说我要跟你离婚。果不其然，他还真的动手了。而乐天也受不了，上去就是给爸爸一拳，你这个畜生，我老早就想忤逆你了，哼。从那之后，他就跟妈妈和弟弟3个人一起生活，在外面租了一间房租17000的房子。说真的，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。妈妈一个人在一间工厂工作养家，而弟弟则是还在读国中。而乐天也为了帮忙家里减轻负担，从高中的时候就不断的打工。他做过饮料店、餐厅服务员，可就算是这样，家里的钱还是常常不够用，穷困的日子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。乐天觉得生活太压抑了，他有时候忍不住想，这样的生活到底还有什么意义？某天中午，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巷子里，阳光透过窄窄的缝隙洒下来，却无法驱散他心中的阴霾。他走进一条陌生的老街，目光被一间复古的皮革包包店给吸引住了。店内陈列着各式各样的皮革包包，浓浓的皮革香气扑面而来，墙上还挂着几个颜色明亮的作品，就像是一道道阳光的碎片。就在他好奇打量这些包包的时候，喜欢吗？一个温柔的眼神打断了乐天的思绪。他抬头看着店内站着一位约莫20几岁的女生，穿着一件简单的棉麻围裙，手上还拿着一个未完成的皮革作品。她眼神清澈，嘴角带着一丝笑意。乐天下意识地回答，有点特别，是你做的吗？我是这间店的老板，也是一名手工皮革工匠，名字叫小叶，请多指教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教你怎么做哦。乐天愣了一下，连忙摇头，我只是随便看看，学这个可能不适合我。小叶没有勉强，只是笑着说着，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光，只是还没找到而已。下次如果有空的话，再来试试看吧。那句话像一粒种子，在乐天心中悄悄地种下。几天后，生活的压力再度袭来，乐天感到快要窒息。他不知不觉又走到那间皮革店，小叶看到他也是很热情，直接递给他一块皮革和工具，跟他说，试着用它来创造些什么吧。乐天心里觉得自己应该做不好，但还是开始尝试。结果果然很糟，他缝得扭扭歪歪，手还被针扎了一下，但小叶完全没有笑他，反而耐心地教导他，鼓励他不要害怕失败，慢慢来。就这样，乐天一点一点的进步，从缝最简单的零钱包开始，到后来可以做出小型的肩背包。他发现手工制作真的有一股神奇的力量。当他专注于针线和皮革时，心里那种被压抑的情绪好像也渐渐释放了。有一天，他忍不住问小叶，你为什么想要做包包呢？小叶回答，因为皮革是有温度的，它能承载故事，也能治愈人心。当年我人生低谷的时候，也是靠做包包撑过来的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光，而我的光就是包包。听到这段话，乐天觉得心里好像被触动了。他回想起这些年的生活，虽然辛苦，
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，所以他决定做点什么来改变自己的生活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母亲节到了，乐天设计了一个独特的包包要送给妈妈。当他把包包送给妈妈时，妈妈感动地落下眼泪。乐天，你真的长大了。这句话让乐天感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感。他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输给生活，只是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而已。从那之后，乐天开始跟着小叶学习，甚至成为了店里的小助手。他开始计划，未来有天也要开一间属于自己的皮革工作室，把这种希望的感觉传递给更多人。好啦，故事说完了，大家觉得如何呢？这个故事想要告诉大家的是，人生总会有黑暗的时候，但只要愿意尝试其他事情，转个念，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阳光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像乐天一样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啦！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开铃铛。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留言处留言，我都会看，但不一定会回就是。那就这样啦。